70到75岁这5年，惜命最好的方式不是睡觉养生，而是坚持这7点。70到75岁这5年，惜命最好的方式不是睡觉养生，而是坚持这7点。昨日像那东流水，时光匆匆，时间犹如流水一般奔流不息。在这匆匆的时光中，人的一生却显得那么的渺小。即便是长寿的老人，也不过是短短100年的时间。但是人类相比其他生物而言，往往是幸运的，毕竟除了一些寿命长的动物，比如乌龟、鲸鱼外，也算是比较长寿的。当然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医疗水平的发展，到了70岁也不过是中老年阶段，而能够活到80岁甚至90岁也是正常不过了。因为我国的人均寿命也从古代的几十岁提高到了现在的78岁左右，寿命提高了1倍都不止。当然，还有西方的一些国家，比如挪威、瑞典还有日本等国家，他们的人均寿命更是在80岁以上。所以按照一些专家的话说，人过60夕阳红，70岁也不过是老年阶段的开始，80岁才正式进入老年阶段。当然也有事实可以证明，比如米国的特朗普，现年78岁的他好比小孩子一样，正和哈里斯为大选闹得不可开交。所以来说，人的长寿除了外部的环境以及本身的基因外，还有几个好习惯是有关的。所以有人说得好，70到75岁这5年，惜命最好的方式不是睡觉养生，而是坚持这7点。70到75岁是怎样的一个岁数？杜甫有云，人过70古来稀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在古时候能够活到70岁甚至以上的老人已经显得稀少了。虽然在古代还有一些长寿的老人，比如孙思邈、彭祖、乾隆皇帝、孟子等等，但是这些人都是一些名人，却又显得凤毛麟角。所以来说，进入70岁以后，随着人体机能的下降，身子骨已经大不如从前了，而身体就像季节一样，也是经历着周期性的变化的，其身体已经出现了多种衰老和减退的迹象。当然，老祖宗把70到75岁这5年称为老年的一个坎，具体原因是按照一些民俗的说法，俗语73、84，阎王不叫自己去。按照上述俗语的说法，圣人孔子活到了73岁，孟子活到了84岁，所以按照民间的说法，普通人是不如圣人的，因此也就有了这样的说法。按照现代科学的说法，虽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，人的寿命呢延长了，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却把老年人分为几个阶段，中老年人60到65岁，也就是刚刚迈入老年的一些人，此时也是夕阳正红的时候。老年人年龄在65岁、70岁之间，也是从中老年到老年跨越的一个阶段。老龄人指的是70、75岁之间，但是不包括75岁的老人。高龄老人75岁、85岁的老人，但是不包括85岁。长寿老人85岁以上的老人。所以按照专家的说法，70到75岁也是指的老龄人。当然迈过了这5年以后，也正式进入高龄了。因此按照这样的说法，这70到75岁的这5年相当重要。70到75岁这5年，惜命最好的方式不是睡觉养生，而是坚持这7点。第一，心理不装饰。古书修道真言白玉禅这样记载，要令闻见是非，不入于心，是心不外受，名曰虚心；是心不逐外，是名安心。心安而虚，道自来居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做什么事情都要情绪稳定，不计较一些小事，对于大事情也不糊涂，只要一切从心，不内耗，寿命就会比较长。但是相反的来说，如果一个人容易被人影响，哪怕是最小的事情，活在天天精神内耗的世界中，自然是不能长寿的。所以来说，70到75岁的这5年，也是精神因素和身体因素的关键时期。这时候老人一定要放下一些事情，做到不内耗，心里不装饰，凡事要合心意，想得开，这才能惜命。第二，对于子女的事情少操心。三国演义中有一个很鲜明的例子，
就是诸葛亮。诸葛亮是一个好人，也是一个鞠躬尽瘁的人。他为了刘备的承诺，去力保刘禅，甚至去北伐。但是诸葛亮却因为受命的原因，败在了司马懿的手上，仅仅活了50多岁。相对于司马懿的73岁而言，少了20来岁。那么什么原因导致诸葛亮短寿的呢？其实就是操心过多，事必轻功，最终累死在5丈原。当然我们老人也要依诸葛亮为戒，到了70岁以后，不要再事必躬亲，做一些操心不讨好的事情，尤其是对子女甚至亲戚的事情上更要如此。毕竟只有那些万事不挂心的人才会长寿，因为甩手掌柜，一些事情根本不在乎了，这样才能谋心谋力。第三，营养要跟得上。人到了70岁以后，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，一些营养流失的很厉害，比如说骨质疏松了等等，都是身体营养缺失的表现。所以人到了70岁以后，到75岁这5年的时间里，一定要达到营养均衡才行。当然补充营养的方式并不是大鱼大肉还有烟酒，而是要保持吃的清淡一点，蛋白质、维生素、微量元素等等要适当的补充，比如说核桃、芝麻、坚果一类的，这样多补充了。还有保持清淡的蔬菜、水果等等，只有天然的蔬菜、水果、坚果一类才是养生的最好方式。第四，保持适度的社交距离。人到了70岁以后，也要渐渐的脱离以前不好的圈子了。那么什么是不利于身体的圈子呢？其实就是不聚会、不吃请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其实聚会也是一样，当别人请客了以后，我们也是要回请别人的。但是在吃喝喝方面，一不小心就喝多了、吃多了等等。不过喝酒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并没有好处，并不利于身体的恢复，所以要想有效的养生，就是适度保持社交距离，减少一些应酬和不必要的麻烦。第五，去掉不良的生活习惯。人到了70岁以后，一些事情也要做到自律才行，因为我行我素的生活对于长寿来说并没有好处。那么应该去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？不熬夜，熬夜对于长寿是有影响。按照老祖宗的说法，在睡觉的时候，每一个时辰对应着身体的某一个部位，也就是身体各项器官的休息时间等等。所以不熬夜也就是一个好的养生方式。不打牌，人老了需要的精气神，当然要做到的就是养精蓄锐。而打牌虽然是一个娱乐方式，但是在打牌的过程中，往往会引起争斗，甚至面红耳赤，所以也是不太好的做法。不蹦迪，人到了某一个阶段会有某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人到了70岁以后，身体上也不要瞎折腾了，这时候还是不去蹦迪为好。第六，有一定的存款。求人不如求己，事实也是如此。所以当人老了以后，特别是在70到75岁这5年里，也要准备下一定的存款了。当然有了存款，当自己生病了以后，可以去医院看病。当然也有一些老人认为养儿防老，以及生病了让儿子出钱送自己看病就行了。这虽然是看似理想的做法，但是在这个物质的社会里，儿子女儿也有自己的难处，毕竟房贷、抚养孩子、赡养老人等当年作为年轻人的压力还是很大的。所以来说，老年人也要准备一定的存款，这也是为了自己，为了子女。第七，不透支自己的身体。一些长寿的老人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自律并保护好自己的身体。比如说不久坐、不乱吃东西、不喝酒等等。因为乱吃东西会增加自己的负担，过度透支身体会增加身体的负担，过度内耗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等等。所以70到75岁还是保持有一个好身体，不过度的透支自己的身体。写在最后，通过上述来说，70到75岁这5年也是很特殊的一个5年。从年龄上来说，旅游承上启下的作用，所以也要尽量坚持以上7点为好，做一个100岁老人而努力。